来啦，这一支介绍什么款？等一下，他先表还没演一下。已经习惯了，对，我们每一次都要有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开场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这不是喇叭山的对，喇叭山的对喇啊，叭山的，对，组合一下，组合一下。对。那下次你们开场的时候，自己球员跟球员之间要有一点那个肢体沟通。好，你知道那个肢体沟通是？就是这样，他们跳舞。对他们有很多种我们要设计一下啦，设计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个，这样我们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两个组合。对，以后那个119先打好的，就说向他待命对。好，这一支介绍什么？来，这支你先介绍来。这个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昂贵香水，然后它也是在这近2个月到3个月时间才刚进入台湾的专柜。哦，是哦。对，然后它是 Clive Cushion 克莱夫克利安。哦。对，那这个英国品牌啦，简称 CC， 对，简称 CC。皇室贵族使用，对，英国他们很常跟皇室贵族做一个这样的结合嘛。OK。对，它其中又以它是最为高级这样子，用全世界最好最昂贵的原料，然后去打造。是。对，瓶身很复古，很简单。对。然后这一支又是他们家的康棒 Number One， 男性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男性。Number One 能够挂出 Number One， 应该是有自信。对啊。对不对？有自信。因为它这个盒子是新版的，对，它的旧版盒子直接会在这里打上它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香水。那现在因为这个太臭屁了，现在这个已经拿掉了，对，因为已经没那么贵了。对，已经没那么贵了。然后因为这样写出它是全世界最昂贵的，它真的是直接就写它是最昂贵的香水。这么的不低调啊？对啊，对，孩子就是这样。对，好，然后它只有50ml，它没有大的。它的大的有一个叫永恒艺术家系列，蓝色瓶子很漂亮，深蓝色的银色盖子，可是只有那4支有100ml，然后那100ml，没有，不止那4支，但还有最多是以那4支为主，其他还有分支的，大部分做50ml，那个100ml的要价就已经是近3万了。哇，对，所以是非常非常贵的。你上次拍一个3万的，然后现在又跟大家讲一个3万的。那个天花板一旦突破，很可怕，真的。这可能是我觉得我要收手。被盗占的。对啊。没有，所以老板，你看我就对，没有再买了，没有再。真的，这天花板一旦突破，非常可怕。这个。对啊。真的，层级会被拉上去。是。对啊，就越花越多钱。然后我们来看，因为它的盒子这个是直接连的。2小时哦。这个 Clive Cushion。打开喽。好。好轻哎哈，像书本一样。是这样子侧边开的。对。那再帮我们上来一点。有，这边是说明书了哦，那边的介绍了。对，然后周边是它的。我以为它盒子看起来是100ml，结果里面是50ml。很小一个啊。是。很古典，很方正啊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背上一个皇冠。对。能够敢背上皇冠的都觉得不是邋遢了。是。那应该是比照那个英女皇的那个非洲之星了，就是特别大的那个。OK。我很喜欢这个瓶子，是它有一个应该这样讲，我唯一不喜欢的地方，我们先讲不好，就是它太小。这对我来说拿在手上是很小的一个样子，这样。像 iPhone mini 这样子。对，女生适合。但是我有一个地方很喜欢，就是它的这个瓶子打开的时候。对。打开的时候，好，那我们来一首。这支。有吧？只有它才会有，别家没有。其他真的都没有。对，只有它才会有，很特别。你看它的公差做的有多好，对不对？公差真的很好。有一个像把那个软木塞开瓶的声音嘛，对不对？红酒开瓶器最后那个有吗？那一瞬间。对。那我也喜欢倒酒那个啵啵啵啵啵的声音。那是秘鲁，对，不是，那个是红酒之类的瓶装酒。这个专柜因为比较贵了，所以那时候许愿就比较没有人知道。对。那今天透过你们2个来跟大家多介绍一下这一支。那你看它的里面还是有点刺激的。有，他们这种好的瓶盖里面其实都有做东西哦。
对 ，logo 都会做，这就是细节，是巧思。哇，对，看一下这里，真的嘞，还好这个 iPhone 的远近聚焦都相当的厉害。对 iPhone 13 Pro 嘛，哈。 ，iPhone 13 Pro，对，来，我来喷一下，因为英国香水不会有太爆炸的味道啊，所以你可以放心可以。安心的。哪里？对，这里。对对对。这叫50帽，这叫50帽啊。多重的花束就从你面前这样一直不断的，很像回转寿司，一直一幕一幕的从你眼前这样子经过，这样。还好，没有1001夜那种就是那种动物还有加粉味的气息。它的果香，对，很馥郁。那我觉得其实它的花香蛮冲的呢，对，对我来说算冲的花果香哦。花果香。而且它这个它带出来，它是不是酒精把它带出来的比较突出一些，是不是？会不会？你们身上的感觉？我其实刚刚一瞬，因为我第一次闻到这个味道，是我之前闻到它的时候已经是后面的时候了。哦，后面其实有人说它有点就是跟爱慕的那个1001夜是有一定的类似性，但前面目前我还闻不出来。是。那我一开始闻到这味道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一个牌子，潘艾利根。哦。对，它给我有那种潘艾利根的华丽感。对，英国香水其实有一些很接近的特色，我觉得他们在呈现他们的味道的时候，在这种花果的味道呈现的是很绚烂啊，对，所以有时候会闻起来一开始不一定马上可以接受，因为我觉得是偏复杂的，对，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味道，有点，因为英国香水都比较清透，所以他们很喜欢做复奇香调，对，啊 OK，对不对？他们绅士很有名，对，哦，真的哎，超多的，辛苦了，辛苦老板了，来，我要讲一下，我形容一下它这个，我形容一下在我手上的感觉，它有一点像是怎么讲？国王的味道。不是，这个太表面，我觉得它是立体的，它这个香调是立体。怎么说呢？假如说我的鼻子跟我的手距离10公分，那这个味道是出现在5到10公分之间，然后下面却是中空的，是镂空的。你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吗？它在我手上是有空间感的。就我闻到前面5到10公分就在你鼻腔前面，可是再闻下去，它后面是清透空掉的，很像这个科幻剧里面有没有？科幻剧里面这一段是空的，然后后面这一段是有实体东西的。哦，我开始闻到那个1001夜的感觉了。对，是，我已经有1001夜。有，可是它是温柔的，它是温柔的。哦，不是跟油王一样这么霸道的，霸气的。是。你们多说一下。那种花香的，但是它因为全香没有太重，它最主要是花果香去做一个呈现。开始闻到全香了。对。好，那我要那个先离开一下。是。好，那博君，你觉得这一支目前给你的感受是什么？在什么场合可以使用是吗？对，男生或女生。我觉得它蛮盛大的。对，很盛大。它蛮盛大的，然后是一个隆重的宴会上。要，不过我觉得，我只能说它真的不会是作为王室的味道。这个味道真的像是会出现在王族贵族身上才会有的那样的气息。而且是英国的。因为英国王族他们其实是很遵守那个礼节、规矩，对，所以他们在从小受训的时候就是格外严格，连这个味道都给我这种感觉。虽然说它很香，它很馥郁，可是它味道整体会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家教跟背景的人。是，对，然后不张扬，但是很有深度。是，OK。
有你刚刚讲说这个很有教养，很有规矩，把这个味道蛮具象化的。对，那我会觉得这个算是在蛮盛大的场合的时候会出现的。是盛大场合。对，那如果就连静静的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点，对我来说有一点太 strong 太 over 了，我的感觉啦。那但是如果在很多人，假如说这个场合晚上聚餐或者是聊聊事情有大概40-50个人以上，我觉得这一支就对，非常 OK。那场合呢？你会用在哪里呢？建议他们用在哪里？这个场合我觉得就是，就像老板说的，我觉得叉烧比较正式一点，它没那么休闲啊。对，然后需要比较夜晚的时候，对，就是聚会，然后比较稍微有一点，类似要谈正式的聚会，不是下班小酌那种感觉，它需要可能是一个，比如说像尾牙这种啊，对，大家对有没有聚在一起？是，对，开心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一支比较没有所谓的现代感，因为其实连味道就很像流行音乐一样，是有符合现代的这种流行，现在近期流行什么样的曲风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觉得这一支就是很完全的就告诉你，我就是70年代的音乐，对，我就是70年代的调香，对，那它是非常的怎么讲，比较 old school 啦，古典感说，对，比较复古感的，好，然后我们来走一下它的香材，哇，可多了，豆蔻、和仁、辣椒、青柠、橘子、艾松、葡萄柚、香芹子，所以难怪很多柑橘比较强烈的味道会出现，在前面。那中调呢是鸢尾、依兰、茉莉、香芥菜、铃兰，还有玫瑰。那基调的话是檀木、琥珀、麝香、香草、零香豆、香根草，还有这个，应该它那个图画是雪松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讲完了，很丰富，好香啊，很香，非常符合它呈现出来的感觉，对，这非常香。它给你的第一个是价格不菲啦，老实说价格不菲啦。那这大概是你买那个价钱可以买到最小，大概比它小罐的大概也没多少，就是你才觉得我花那么多钱，连100ml都买不到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但是它给你呈现的香味真的是，我觉得还是有到它这个抗战，就是它这个抗战。有，它就是皇室贵族的香氛，对，就是你可能在外面闻不太到，不是一般符合流行大众喜欢的那种，它比较有古典感，比较复古，不是现在的这种时下流行的这种，所以相对于这种也比较不会被时代淘汰。好，那你觉得这支男生合适还是女生？这一定是男生合适，因为喷起来就是整个会有那种皇室气息啊，然后皇室气息就出现。可是它花比较多呢，对，花比较多呀。好像在那个白金汉宫的花园里，有没有像白金汉宫的花园？因为英国嘛，因为它配上它的那个全香，又有一种复古香皂的感觉。对，是 OK。好，那我们前调先留在这里。好，待会再回来看看它后面有什么变化。我相信它香材那么多，一定后面一直不断的改变。对，好，待会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真的啊，对，你刚才已经录进去了啊，真的都是对，我们还有没有说脏话？对，对，好 ，Number One 的后调回来了。你们现在的 Number One 后调是 Number One 还是 Number Two 还是 Number Three？你可以说它真的很像爱慕的1001夜，但是那可能是形象，但是其实完全本质上是2种不同的香水，就是那一刹那间你想到它的形象，但是完全全吧，对，还有麝猫香嘛，这个没有了。
对，这是太温柔的味道了，太 gentle 了。OK， 那国军呢？觉得他现在在后调在你身上是什么样的手法？它是一个很舒服的肥皂感。哦，对，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复古香皂。是复古香皂。复古香皂很富裕的花香，好像把那些花草的精华都萃取出来，提炼、浓缩在这颗香皂里面，哦，芬芳无比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香皂是你洗很香，你把它放在那里，也香，它还很香，它还可以变扩香。对，哦，因为你看它的中调根本是几种我们讲的花香香水主流全部都在里面。是啊，玫瑰、茉莉、铃兰、依兰、鸢尾，这真的好香。每一大花对每一个中间的花都可以当成一个主调的香水。是啊，它把它 mix 在一起了。是。哦，这个，而且这紧赞哎。对，起码可以紧张的。啊，对。豪哥呢，在你身上的后调现在怎么走？还是花香还是花香，它只是清透，但是应该还算蛮持久的。应该虽然它是一个英国香水啦，英国香水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持久的。而且还没有到所谓的后调，就是还没有我身上没有檀木的味道，也没有刚才跟刚才很像对，檀木琥珀，檀木，对，完全没有刚刚的。然后香根草、香草、麝香还没有出来，雪松还没有出来，还是在花香，这是香精诶。OK， 我觉得现在在我身上味道有一点像是，这应该是你喜欢的，我会喜欢啊。对，这个我的感觉就你很喜欢一束花，或者你很喜欢某一些花香，那你舍不得让它就这样枯萎了，那你就把它收藏到你的珠宝盒里面去，把这些花朵存放在珠宝盒里面。放了3-4天之后，你打开这个珠宝盒，闻到里面的花香，就是这一支后调的走法。你在有机会闻到这一支的时候，你再听听看老板讲的这个后调是不是我说的形容的这个感觉。好，因为你很珍藏嘛，那你固然知道放在珠宝盒还是会挂掉，可是你就是想要把它那个存封起来的感觉。好，它就有点复古感的。对，然后在身上感觉像是百花齐放，就百花齐放，而且是很温柔的花，是很温柔的，它不是那种霸道的花，都是很温柔的。它这个贵族高雅的气息还是在的。对。好，那这一支应该绝对是花香调了，花香调是吧？它应该算花香很复杂的香调，花香全香调 ，OK， 好，花香全香调。那如果这一支我们把它定义在这个花香里面的话，国军你会给它0到10分几分？听好了哦，好，听好了听好了，10分。哎呦，哇，一次到底，油门踩到底，满分。给它10分的原因是什么？它太香了。好没？这跟肥猫解说有什么两样？我先离开这，因为它的古典感，对，然后跟它的各个香材的平衡，还有它的富裕，是，其实都是所有的指标的上等。是，对，然后。因为我刚刚讲说，我觉得它像香皂，对不对？但你也知道，香皂也有分 level 的，对，山魔皂、一般的化工香皂，它就是那种香皂哦，白兰香皂，它就是那种最古典，然后最难做，然后做一颗要花很多工序出来的味道，所以就跟它的味道一样，层层堆叠。OK， 你每一个从刚刚我们一开始闻到现在，对，这就是一直闻一直是太香，它就一种百花齐放，然后你会一直情不自禁的拿起来，对，没错，一直去想说这个到底现在是什么味道，对，一直在变化，对 ，OK， 好，因为它把6-7种我们平常都可以拿来当做主调的花，对，全部集中在一起，然后用料，我想应该是有它的水准在，那非常非常的扎实，而且实在，那呈现出来的味道是非常的富裕的，
其实已经有点不太像英国香水，因为英国香水就像我们刚才讲，因为它前调的时候可能有点像潘海利根的那个影子在，对。但中间花香出来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它就是古典感啊，整个古典感就出来了，对。OK， 好。或者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辉煌。是。哇，这个注解下的真好。那就停在这里就好，不要再讲。没问题，不然就破梗。好，破梗了。好，来，你拜拜。还是给他一个分数好了，好不好？0到10，花香调。我也给他10分，我也给他10分。对，好。他难得可以把一个，其实因为花香调比较偏女孩子，是做的修饰的非常非常一个，我觉得，因为我没有买过它的女香啦，我们其实也蛮想知道女香就是一样，它什么样的呈现感，对不对？女的它也有一个叫 Number One， 就女香的 Number One， 我买的是男香的 Number One。OK， 哦，其实是非常中性的啦。是，对啊，你说这个女孩子可不可以喷？一定可以，她是很温柔的，温顺温柔的。这是不是喵网的菜？是，好，那我在花香调的领域里面，我会给它再切一个类别，叫做复古花香调啊，不是复奇花香，不是你们的复奇哦，我觉得是复古花香调，因为它让我整个呈现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古典，好古典的感觉，好，那如果是在这个类别领域里面，我也是给它10分，对，因为很少花香调让我回想到1760几年的那种感觉，维多利亚女皇的时代，对不对？哦，非常有历史感。对，那当时的香材又是极其的纯粹，不像现在就是大家要营造富裕的感觉。对，它就是该什么就是什么，这样子的呈现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支 Number One 男香吗？对，男香推荐给你。Number One， 好不好？他如果 Number One 就没有人敢说他是 Number Two 了。Number Zero， 我们可乐还有0卡，好吧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